这个是有鸡蛋，就是钱的哦。OK， 古拉马拉嘎就是。嘿，我是雷克斯。上一集带你们去吃了很多槟城好吃的美食，可以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再回去看看哦。今天继续带你们去吃槟城的美食，我真的太爱槟城的食物了。那这一集也会为你们开箱我这一次住的饭店和搭渡轮从槟城岛屿前往北海火车站。我们开始吧。嗨，morning， 早安。今天带你们去吃槟城一些好吃的，然后去逛逛一些非常有文艺气息的一个地方。现在带你们去吃早餐。今天去吃的早餐呢，是一个本地朋友推荐的，就是当地人槟城人推荐我的一家，就是炒河粉的地方。然后呢，我会去买一个牛牙桂，就是娘惹糕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行程咯。天气很热在这里呢，就是很常一边走，就觉得这些地方都可以很适合拍出很好看的照片呢。然后你也会一直经过，看到很多的美食。牛牙桂，娘惹，你看里面。我觉得这里好有氛围哦，有感觉耶。第一家来到的就是米其林推荐的莫定标娘惹糕。在门口就可以看到这里的工作人员在制作娘惹糕，里面摆放了很多不一样款式的娘惹糕，实在是非常难选择，每一个看起来都很好吃这边呢，你可以自己点，就是你要吃什么龟，很多龟，很多龟。食物来了，我点的是狗比欧，然后朋友点的是狗比冰，然后还要再配上这些我们点的食物。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早餐呢，那超期待吃的牛牙桂。刚刚到这边了，然后刚刚点了这些可爱的小牛牙桂，然后太多选择了，然后就想说点不一样的款式来试一下。这个薄饼看起来脆脆的哟。那我很少把牛牙桂当早餐，这边可以吃到好吃牛牙桂会很开心耶，因为它就是看起来很 colorful， 很好吃的感觉。然后就拍给你们看。最左边的那个呢，就是龟本嘎，就是有木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布鲁仔仔，它那就是有那个嘎呀，上面就是那个嘎呀酱所以很好吃的。然后第三个呢，上面有花生的那个呢，就是菜头粿就是米粉、白萝卜加花生。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最喜欢的安菇粿就是这个有那个绿豆跟斑斓叶的，所以整个就是很好吃啦。然后这个就是那个薄饼，还有这一个是猪骨当，那他们这另外一个叫法啦。蛋蘸这个酱超好吃的这个是布鲁丁蒂，你看里面就很 colorful就是里面有 coconut 古拉马拉嘎。这个呢就是龟果鸡，里面也是有 coconut 跟古拉马拉嘎。古拉马拉嘎就是椰糖的意思。最喜欢的这个安菇粿，然后通常呢还是有豆沙的，还有碗。我所点的娘惹糕全部都好好吃哦。那这一餐呢，我吃的好开心。那这家莫定标娘惹糕是槟城一家已经有80多年历史的娘惹糕厂，我觉得这是一家绝对不可以错过的地方哦。整体来说，如果你要来这边
和槟城吃一些不一样的，你可以吃些牛鸭龟。我觉得这一次早餐牛鸭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就是 如果你是来自台湾、来自香港，你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吃牛鸭龟当早餐。虽然有些是比较偏甜一点点，但是它也有一些咸食类的，就是你可以吃。那它也有一些拉萨之类的东西，你也可以吃。那就算你们这家咯，那我们去下一家吧 ，Let's go。来到这家我槟城朋友大推的老字号，那在这家店的外面就已经听到很大声的炒锅的声音了。那说的就是这一家和记炒河粉，感觉上来这边吃的大部分都是当地的槟城人。你可以选择普通的炒河粉、炒意面，还是干炒河粉，这里都有。和记炒河粉，点的是这一个叉河饭，然后这个是有加蛋的，对，它的锅气超香哎！那我走过来的时候呢，你完全可以嗅到那个锅具，要么炒锅，你看到一堆烟在那边，你就可以走过来，烟具走过来这边，你就可以找到这家店了。这家店也蛮大的，所以是蛮多位置的。这家店是我当地的这个朋友介绍我的，就是他个人超喜欢、最喜欢吃的一家炒河粉的地方。我现在在这边边讲话，我已经闻到那个香气，真的超香的。那我点了这个 carrot juice，very 啊。这个炒河粉锅气味十足诶，超级好吃的，那我个人是非常推荐啦。吃完了早餐，当然需要来杯咖啡。经过了这一家 Forest Cloud， 感觉里面的氛围都还蛮不错的。买了一杯 Americano， 再搭 Grab 出发到今天要去的另外一个地方。我其实来这边看看这个的，我觉得很好看的，就是一个旧旧的。这里曾经是一个公车维修站，现在改造成为一个艺术爱好者的空间。而这里最受欢迎的呢，就是这个周末快闪市集，会有表演者弹奏乐器啦，那很多的椅子让你坐下来休息听音乐。这里也有很多的小摊位，卖各式各样的文创艺品。我超喜欢这个充满文艺氛围的空间，这种放慢的步调真的很舒服哎。就很多人坐这边。然后这里有很多的小档子，就是有卖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卖一些小毛巾，18块一个，我觉得很值得啊。是槟城。现在坐在这边抽一下，就纯粹坐在这边抽一下。好热哎！我觉得这里还蛮适合逛的，就是你可以吃一吃小吃啊，然后这边还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小商品。一些礼品啊，甚至是一些设计师设计的一些小饰品都可以买。我觉得这里拍照也很好看，哇！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星期六、星期天有时间的话，可以来这边逛逛走走。
我现在吃午餐时间，来到这一家也是2025年米其林盖，就是最新的，这个是新加入的，这叫 Laksalicious， 这主要是吃拉沙。那我这个 trip 我还没有吃拉沙，所以我很期待吃拉沙。然后我个人不吃辣，所以我也问了店家说辣不辣，然后他说，如果不吃辣的话，可能有点辣，所以希望我可以吃辣。这里真的很多看起来就很好吃的东西耶，特别是有一个虾饼，然后还有一个饭呢，这个饭看起来就是很多配料的，然后有咸鸭蛋，我是叫了这个，希望会很好吃。然后我也是看到他们的 channel 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感觉，所以我也点了。那个拉沙会很辣。你平时有吃辣吗？是不会觉得辣？不，没有，平时没有吃辣就很辣，可以减辣。已经调好来了，不拿。已经在里面调好，但是我们是没有 extra 放。OK 啦，这样可以，我试一下。这一片东西跟这个是一样的。虾煎不一样，不一样。这个是虾饼。虾饼，这个是虾饼，这是虾饼，这是虾煎。给我这个啥？要啥？这个啦。它的名字叫nasi ulam。nasi ulam。nasi ulam 这个是花那个红花打沙花的。OK。那个是洋葱。OK。然后这个是鸭蛋，咸鸭蛋啊。咸鸭蛋。那这个是虾饼，这个是鱼，茼白，黄梨对，把这些五颜六色各种蔬菜和配料混合在一起搅拌吃，色香味俱全，娘惹风味的野菜饭，味道还蛮特别的，也蛮好吃的，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哦。那吃拉沙就是要加这个虾膏，哇，这样，这个虾丸的，因为我不能吃太辣，所以我怕吃太多。不会很辣，它就是弄到整个汤汁很香，因为它就是那个小小屑屑的鱼肉在里面。然后它那个香香的混合的那个虾酱的味道也很好吃耶。那我喜欢吃葱，所以配上吃葱就很好吃。那汤头也很浓郁，很好吃。我们也点了这个纯椰糖蝶豆花西米Nyonya Sagu Gula Melaka， 这个是3单，这样，这个是 Gula Melaka， 我超喜欢吃 Gula Melaka 的，很好吃的，这家米其林推荐的 Laksalicious 果然食物都很好吃没想到他们的千豆也这么的好吃吃辣辣的 Laksa 再配上甜甜的千豆尖蕊，我真的很满足哦。那现在我们去吃晚餐了，晚餐时间到了。那今天去吃的晚餐呢是一个。也是有米其林推荐的虾面，那虾面据说是非常的香。那我们去看看我们今天去吃的虾面吧。一个螺肠汤，米粉面啊，一个是米粉，一个是粿条。这个米粉我想 try this one。try this one。一个 A 一个 C 啦。拍什么呀？
来了，食物来了。那我点的这个虾面，他们叫福建面，虾面。点的是2个口味的，一个是虾面，然后另外一个是 mix 的萝卜。那我点的呢是冰城虾面和卤面2个结合，我觉得超特别，而且非常的好吃，满满的香味啊！这个是卤蛋，配上这个整个很好吃哎。上面是有放猪油渣在里面，我可以吃到那个香香的猪油渣的味道在里面。吃饱了，巨好吃，真的超级推荐吃这个，真的超好吃的，我吃完了。坑也吃得干干净净的。这小的，哦，这大的。哦 ，OK， 这是什么分贝啊？这个跟这个。虾。这个虾。哦 ，OK， 猪肉。哦 ，OK， 可以了。跟我 try 这个吧啦。超推荐这家的这个 fried oyster， 很好吃哎。这次槟城旅程住的饭店是这一家 Ozo Georgetown。那我个人觉得地点还蛮方便的，就是从这边搭 Grab 到我要去吃的一些美食的地方都非常的靠近。从这里望出去呢，风景也超好看的，可以看到非常多老式的建筑物。今天入住的酒店是之前叫做 Ozo Hotel 的这一间，在槟城里面。那房间还蛮 cozy 的，就小小的该有的都有。那给你们一个很快的 room tour 一下。这里有一个小电视，然后一些简单的桌子，有一个椅子啦，你可以在这边工作。那这有一个小小的椅子，躺在这边读书啊、玩电话都没有问题。这里有插头，2个床边都有插头，这是很不错，很贴心。这里最高层有一个小小的游泳池，从这边就可以360度看完整个槟城，在这边吹吹风、晒晒太阳、游泳、看看风景，其实感觉还蛮不错的。接下来我们要去怡保了，我们乘搭渡轮从槟城岛屿到北海。渡轮的码头离市区真的很近真的超方便的，整个过程非常的顺畅。我终于赶到了搭这个 ferry， 对，渡轮。这边已经不收现金买票，所以需要用卡，然后去买票，大概2块钱，没错。如果你有马来西亚人使用的 Touch and Go， 你也是可以直接用 Touch and Go 滴一下，你就可以进去了。如果不是的话，你就跟那个柜台买一个2块钱的票，需要用无现金，就是卡啦。然后现在就在这里啦，这里就是可以有摩托，然后有人坐的，所以驾摩托的人就会把摩托加进来，停在那边。我想坐冷气也就坐在里面，想要在外面享受海风的话就坐在外面。那现在等3点出发，然后就搭火车。那现在船开了，大概路程大概需要个20分钟左右。
然后这里就是其实还蛮多人的，然后里面都已经满了，就是现在这个3点的班次其实也不算是一个非常繁忙的班次吧，我觉得。可是这时候都已经满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可能需要站着，但也没关系，才20分钟。这里的渡轮站呢，就是跟那个 KTM 的火车站呢，其实很靠近，就是走路就到了，大概5分钟左右吧，所以非常的方便。如果你是从怡保，是从吉隆坡过来这边，然后想要过海去到槟城的岛里面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乘搭 ferry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又便宜，才2块钱，就是你不需要搭 Grab 啊，还是不需要搭 Taxi 之类的过去对面，你需要绕一个大圈，拿的时间也不会到很久，所以我觉得还蛮推荐来坐这个 ferry 的。可是它时间好像是到晚上11点，如果没错的话。所以我觉得时间，如果你不是太迟到的话，其实选择坐 ferry 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那接下来呢，我就会乘搭 KTM 从这边槟城一直出发到怡保。没错，下一期是怡保的，我们就一起吃怡保的美食。那你觉得槟城有什么美食是一定要去吃的吗？记得留言告诉我，下一次有机会我就去吃一吃。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下一集我们怡保再见哦。记得回顾我上一集的槟城影片去看看哦。拜拜啦。